végül felállításaival itt is, így, úgy. Hello， 大家好，我是 CJ，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我的频道。今天我会继续为大家讲解布达皇宫剩下的其他景点。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布达皇宫的上集，你可以点击右上方的链接。看完这两集视频，不管你有没有来过布达皇宫，我相信你都会对这里有个更加完整的认识。除了布达皇宫的景点讲解，这个视频里还覆盖给大家介绍景点附近相关的配套设施、公共交通等等实用信息。希望我的视频可以给各位喜欢旅游的小伙伴们提供到一定的帮助，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频道。上一集我带大家从最高统帅司令部开始，一路游玩到布达皇宫后面的历史博物馆和圣伊斯特曼厅。这一集我们将来到布达皇宫的正面，也就是多瑙河的这一边。我们这一集的攻略也将从这里开始。当我们穿过马加什喷泉旁边的这个门洞后，就会来到布达皇宫的正面。在皇宫面前竖立着一尊雕像，他就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伟大将领之一，神圣罗马帝国的陆军元帅欧根亲王，全名弗朗索瓦·欧根。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法国国王路易14，他与英国的约翰·丘吉尔、法国的拉维尔元帅并列为欧洲18世纪前期最优秀的天才将领。他的血统是意大利人，但又出生在法国，而却又在奥地利参军。他在1683年21岁的时候就希望父亲路易14给他一个军衔和军队，但却因为身材矮小被他的父亲拒绝。当时正是欧洲十字军攻打奥斯曼土耳其人，欧洲各地青年贵族都纷纷加入奥地利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那既然自己的父亲不愿让自己参军，欧根就瞒着他父亲转投了神罗帝国军，也正好他的哥哥路易斯·朱利乌斯也在此服役。后来他在战争中表现非常勇猛，并且在1686年帮助哈布斯堡赶走了土耳其人，并且成功收复了匈牙利。当时奥地利大公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专门为他组建了一支龙骑兵团，并且由他担任团长。在1688年，他又攻克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最重要的前进基地贝尔格莱德。25岁的欧根再度因作战勇猛升迁至中将军衔。后来他又多次带领神罗军队和匈牙利军队打败想卷土重来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随后又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帮助奥地利获得了南尼德兰、米兰、那不勒斯等地，所以他在奥地利和匈牙利被视为是传奇英雄人物，以至于在1930年初，他成为了当时法西斯主义者引以为荣的象征。在1938年，屡次打败土耳其人的欧根被纳粹德国宣传为征服东方政策的先驱。1938年，德国海军以欧根之名为一艘重型巡洋舰命名，这艘巡洋舰在德国战败后还被美国海军收编继续服役。在1946年，因为意外损坏船尾，进水后侧翻，现在沉没在瓜加林环礁海域。在欧根亲王雕像的后面，这里就是布达皇宫了。就像之前我视频中介绍的，1265年，当时的匈牙利克罗地亚国王贝拉4世就在这里建成了最早的城堡。到了1410年，当时的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对整个城堡进行了扩建，并且加固了城堡的防御功能。但是还没等他完成整个城堡的建设，他就去世了。后来是由马加什国王完成剩下的所有工程。而到了1541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了布达后，整个皇宫受到了严重的损毁。
但当时土耳其人并没有尝试把它拆毁，而是把它作为兵营、火药弹药库和马厩使用。而在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的这150年间，当时的哈布斯堡家族曾多次尝试夺回布达，所以连绵的战争使得皇宫遭受到了更严重的破坏。1686年土耳其人撤走的时候，点燃了整座皇宫，原本放在皇宫内部的那些火药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整个皇宫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根据后来的历史记载，当时的皇宫已经没有了屋顶，但是大多数的建筑墙面得以幸存下来。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城堡其实是在1749年到1769年之间建成，因为当时匈牙利贵族和哈布斯堡家族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匈牙利人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迫切需要下而支持了玛利亚特蕾莎女王。为了表示感谢，所以玛利亚特蕾莎决定在1749年5月13日这一天，也就是女王32岁生日，对整个皇宫开始进行修复。到了1867年，奥地利与匈牙利签订了奥匈折中方案。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匈牙利为了体现自己的独立自主，决定对城堡进行进一步的扩建，用来匹配当时匈牙利的皇室住所，主要也是希望可以在气势上超越奥地利维也纳的霍夫堡宫，也就有了我们这个视频所介绍的所有其他景点，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候建造和修复的。却没有想到在1944年匈牙利加入轴心国之后，激烈的战争和炮火使得整个皇宫又变成了一片废墟，整个皇宫的损毁程度比起1686年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的时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二战后从1950年开始修复，一直到1966年全部完工。整个修复工作除了皇宫以外，还包括了在中世纪时候修建的城墙围墙。所以现在整个布达城堡的建筑风格是一个融合了前后600多年历史的综合型皇宫。而现在这里是匈牙利的国家美术馆，也叫国家艺术博物馆，这里面收藏了涵盖所有匈牙利流派的艺术作品，并且还有许多的雕塑作品，而且会不定期的展览一些名人的绘画作品。沿着皇宫面前的古城墙一直往里面走，就会看到一个往外突出的观景台，这里正是整个布达皇宫最漂亮的打卡景点之一。在这里往左边看是链子桥和玛格丽特桥，往右边则是茜茜公主桥还有自由桥，这里也是最多游客喜爱拍照的地方。但因为城墙不是很高，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拍照的时候要多注意安全。而在这块突出的观景台右手边还有一个突出的地方，其实这两个观景台就是在15世纪由当时的国王西基斯蒙德开始建造，后来由马加什国王完工的布达皇宫城墙的一部分。这两个观景台连同下方连起来的城墙共同组成了一个2133平方米，城墙高达27米，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单室建筑。1424年，来自欧洲各国70位的君主领导人在这里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共同商讨如何阻止当时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入侵。后来在1443年，马加什国王又在这里加装了炮塔，用来阻止土耳其人的进攻。但是到了1526年，土耳其人占领布达后，并把这里的炮塔还有河边的城墙给拆除。而在1686年的战争中，整个城墙进一步受到了破坏，一直到1811年才将大部分破坏的城墙给拆除。但是直到今日，你还是可以从剩下的遗迹中大致看出当时整个城墙的样子和规模。沿着皇宫正面的城墙往回走，穿过这个大门，我们就会来到一个比较开阔的广场。坐落在广场这里的这个玻璃屋就是非常出名的城堡缆车，它始建于1868年7月，1869年第一次试运行，1870年3月2日面对公众开放。这也是欧洲第2条缆车，比在法国里昂的第1条缆车仅仅晚了6年时间。这条缆车线长95米，高是51米，倾斜角度32度，
单程需要1分半钟。这条缆车在2战的时候被炸毁，战后准备修复的时候，曾经考虑直接安装一部自动扶梯，但是在1965年决定还是重新建造缆车。在缆车站旁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鸟类雕像，匈牙利语管它叫托鲁，而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托鲁在古匈牙利语中特指一种大型的隼类，但一般大家都直接叫它吐鲁鹰。而最早记载了这只吐鲁鹰的是在公元9世纪的阿尔帕德王朝，当时的马扎尔人把这只吐鲁鹰看成是他们的保护神。传说当年就是这只吐鲁鹰带着7个部落首领来到了科尔巴阡盆地，然后吐鲁鹰把它爪中的剑插在了这里，向当时的马扎尔人表示这里将成为他们的家园。这7个部落首领也就按照神鹰的指示在这里安顿下来，后来慢慢变成了现在的匈牙利人。而后来吐鲁鹰的图案也被用于设计匈牙利军队、国家安全办公室等等的徽章。在匈牙利还未解体之前，整个领土范围内至少有将近200座吐鲁鹰的雕像，而最大的一只在托多巴鸟附近的山上，那一座也是中欧地区最大的鸟类雕像。在旁边的这座白色建筑叫做山多尔宫，从2003年开始，这里作为匈牙利的总统官邸使用。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于1803年开始建造，它的设计师叫做文森特·山多尔，是匈牙利的伯爵，所以这座宫殿叫做山多尔宫殿。一直到了1848年匈牙利独立革命后，这里才变成了政府办公室。而历史上在这里入住，而我们比较熟悉的人就是1867年的9洛安德拉什伯爵。迄今为止，总共有19位总理曾经在这里办公。而在这里，每天正点都会有警卫的换岗表演观看，而正午12点的表演也是时间最长，也是最精彩的。我们来到山多尔宫后面的这座建筑，是现在匈牙利总理府建筑的一部分。在变成匈牙利总理府之前，这里是匈牙利最古老的剧院，也是布达佩斯的第一座剧院，叫做布达宫廷剧院。而这座建筑始建于1693年，1736年完成。最开始的时候是天主教加尔默罗教会所在地。而最开始的加尔默罗教会是建立在一座于1868年摧毁了的土耳其人的清真寺的地基上，而在1787年这里才改为了剧院。很多人可能不是特别熟悉加尔默罗教会，它是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创建于以色列的加尔默罗山，所以叫加尔默罗教会。他们的会规非常严格，包括守斋、苦行、缄默不语，整个教会几乎是与世隔绝。据说如果你要入会，你必须要放弃自己所有的财物，其实跟中国五台山的苦行僧非常相似。而教会在1783年被当时的奥地利皇帝约瑟夫2世勒令解散而关门，然后在1786年改为了现在的布达宫廷剧院。当时是专门为了那些高官阶的贵族所打造的一座剧院，而这位皇帝约瑟夫2世就是大名鼎鼎的奥地利女大公玛利亚特蕾莎的长子。二战的时候，这里曾经作为军队的仓库使用，二战结束后，这里因为战争摧毁而倒塌，一直到1978年翻修完成才重新开放。最后我们沿着皇宫面前的老城墙，步行5到8分钟就可以来到布达城堡山脚下的大巴扎花园。这个花园原本并不属于老布达城堡的一部分，只是在1875年到1883年之间，有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圣伊斯特万圣殿、英雄广场前身格洛利特井，还有就是布达皇宫最开始的设计师 Miklos Ibo 设计建造的。所以在这个大巴扎花园门口也矗立着 Miklos 的雕像。根据有些相关资料记载，这座花园的设计与建造其实是为了取悦当时的西西公主。自从1867年匈牙利与奥地利形成了二元君主制政体之后，西西公主也成为了匈牙利的皇后。
对于如此喜欢茜茜公主的匈牙利来说，肯定希望他们的皇后可以经常来匈牙利，所以出于这个目的来建造这个花园。至于为什么这里会叫大巴扎花园，我查阅了许多资料，也没有找到一个官方的说法。大家都知道巴扎是源自波斯语里面大市场的意思，而根据我自己查阅的一些资料后的个人分析认为，因为这个花园最开始在外面其实是一排商铺，这也符合大巴扎本身这个词语的意思，而且本身匈牙利在历史上也受到了150年的土耳其文化的影响，所以用这个词来命名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对此各位小伙伴有什么看法？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讨论。从1961年到1984年之间，这里改成了布达青年公园，用来作为当时面对公众的休闲花园。当时在这里举行很多的小型音乐会或者是派对，但在1980年举行的一场音乐会的时候，因为花园年久失修，导致入口处的台阶坍塌。最后整个花园在1984年全面关闭，一直到了2011年，匈牙利政府才决定重新翻修，到了2014年才重新对公众开放。关于布达皇宫的公共交通其实跟渔夫堡的基本一致，也是乘坐16或者16A， 只需要到渔夫堡的前一站，也就是在最高统帅司令部门口的 Diste 这一站下车，或者你也可以在我之前渔夫堡那集视频里提到的，在渔夫堡城堡底下的 Dunadi Uza 这一站下车，从渔夫堡开始一路往布达城堡这边游玩。在布达皇宫这边的洗手间也有几处，例如在楼梯口的下方，匈牙利国家美术馆里面的咖啡厅，还有大巴扎都有。而在整个布达皇宫区域内，如果想用餐，目前除了警卫室的咖啡厅和匈牙利国家美术馆里面的一家咖啡厅之外，整个园区内都不设有任何餐厅。如果你想用餐，则需要回到你下车的 Diste 这里，或者你可以在这里找一家餐厅，又或者坐车到 San Carmine 这一站。在这里你几乎可以找到任何符合你口味的餐厅，具体信息大家可以参考我渔夫堡那期视频的详细讲解，大家可以点击右上方的屏幕链接，又或者是在下方说明栏里点击链接。OK，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希望我做的这2集布达皇宫的视频可以让你更进一步的了解布达皇宫。后面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景点介绍，所以记住订阅、点赞、留言和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